53刻已到，行刑！穿越大明3年，我为救百姓被迫贪污3000两银修河堤，可如今却被绑上了刑场。年儿是为师连累了你呀，那3000两银子的罪名我都揽了，可他们还是抓了你。老师，错不在你我，错的是这该死的不公，是那黑白不分的皇帝。老天爷，你若有眼就睁开眼看看，凭什么要我死？执剑系统激活，触发新手保护，天人感应。停下！今日不宜见血。冬雷阵阵，天狗食日，哼，就连老天爷也要给咱上眼药吗？既是天意示警，里面品级高的押回诏狱，至于小的，算他命大，放了吧，免得百姓唠叨。是。老师，过年走，回老家种地，别回头。我不想活得像条狗。既然天不收我，那我就去奉天殿前，问问这天下的道理。有人吗？郭大人，快进来躲躲，俺带你从后门走。刘叔，我不进去了，我不逃，我想赊口棺材。棺材？大人，那是死路，您不能去啊！这一去，若是回不来咋办？大人，若您执意要去，就带上这个。要是能见到万岁爷，替俺问问，为何连您这样的好官也要杀？好，若我回不来，便一去不回。痛觉硬币第90，体力锁定。你的身体是刺向这黑暗世道的一把剑。郭年，你还要疯到什么时候？李青山拿命换你一条活路，你现在却拉着棺材去送死。老师想让我活，是因为他觉得这世道需要好人。我想让老师活，是因为我觉得这世道不能冤枉好人。我们师徒俩都是笨人，只有这一种笨办法。站住！皇宫禁地！大明罪缠郭年，手持大告，特来死谏！力拔山兮已激活。登文谷，这谷多少年没响过了？江营，去看看，是哪里的百姓遭了灾，还是哪个狗官鱼肉乡里？父皇，儿臣2号要去兵部核对粮草，顺道去看看吧。这么冷的天，
别让百姓在外面冻坏了。别敲了！你是何人？为何抬棺至此？罪臣郭年，居戎县城，今日特来死谏。先给他披上，别没等到见父皇，先冻死在这儿。姑赐你的，你敢辞？殿下，这大堂太暖，臣怕穿久了，就忘了这雪地里的冷，忘了这世道里的寒。这世上还有千千万万百姓在受冻挨饿。臣今日来不求暖身，只求见驾。你等着，姑去回禀父皇。是谁在敲鼓？是，上午在刑场被放掉的居云县城郭年，他抬了一口棺材在门外，要死谏。滑天下之大稽，一个贪官也配谈死谏？他当这灯魂谷是他作秀的戏台子吗？那棺材是真的，他身上的伤也是真的。他说他是为了道理而来。想死谏？行啊，那就让他单衣在雪地里好好跪一晚上。如果他明天还活着，咱不介意给他个机会。父皇，外面风雪这么大，若是站一晚上，必死无疑啊！那是他活该。既然抬了棺材来，那就给他自己用好了。哼，死不足惜。父皇有旨，命你明日再觐见。谢主龙。这雪太大了，你若想活到明天见驾，就睡在棺材里避一避风雪吧。这是父皇的恩典。殿下，臣谢恩典，但这棺材臣睡不得。臣若进了棺材，就是服了软，这公道就再也讨不回来了。这棺材是装死人的，臣还没死透，就不进去了。臣就在这站着，站到天亮，站到陛下肯见臣为止。那你撑住，姑替你守着这宫门，明天叫你。退后，再敢往前一步，杀无赦！你是为了俺们呀，俺们不值当啊！生命濒危，即将休克，已开启屹立不倒模式。赵大人，听说您以前在居营任职，这疯子您认识吗？嗨，半个同县，不熟。真没想到他竟然贪污受贿，令人唏嘘啊！让我看看这贪官有没有三头六臂。喂，死了没？没死吱一声。鬼啊！
百官进殿！快去禀报父皇，郭年他还活着。父皇，他还活着。那个拉棺死谏的郭年没死。活着就活着吧，怎么，你还想让朕给他颁个抗动奇才的牌坊不成？父皇，此人一指之间世所罕见，百官被其气势所慑，竟无一人敢直视。他若非有滔天正气，怎能做到这一步？郭年未必是真贪，儿臣恳请父皇见他一面。彪儿，你太年轻，这世上之人为了活命，什么戏演不出来？不是装的，那是真正的死志。好，朕倒要看看，在朕的杀威棒下，他能撑多久。传朕口谕，宣居庸县丞郭年进殿觐见。宣居庸县丞郭年进殿觐见。解除冰冻状态，恢复基础能动力。吾当年之志，也该如此这般。唉。大胆罪臣，祭见天颜，为何不跪？跪下！蔑视皇权！蔑视皇权，还不速速跪下请罪！臣跪天跪地跪父母，跪过饿死的灾民，跪过恩师。但今日在这奉天殿上，臣跪不得。放肆！你想造反不成？臣不跪，是因为臣觉得如今这朝堂黑白不分，是非不明，清官在狱中受刑，庸官在殿上狂吠。如此昏贵之朝堂，不配受臣这一跪。好，骂朕昏聩。棺材都备好了，看来你知道自己死不足惜。一个贪官，也配跟朕谈规矩？这棺材是给大明朝烂透了的旧规之备的。陛下知道臣为何贪吗？陛下知道这满朝文武有多少人尸位素餐吗？够了！朕不想听你的废话，朕这就砍了你的腿，让你这辈子都在阴曹地府里跪着！陛下杀得了一个郭年，杀得尽这天下贪厌吗？这大明的病，陛下哪怕杀尽天下人，也治不好。哼，说不出个自丑寅卯，朕把你做成人皮草人。臣想问问吏部尚书詹大人，何为廉？识君之路，忠君之事。两袖清风便是廉，中饱私囊便是贪。詹大人，您这官袍是苏杭搜抽值50两，腰间蓝田玉带值300两，早膳燕窝鱼翅不下10两，可大明正二品月俸不过几十两。请问詹大人，您的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？你和血口凤喷人！够了！朕让你说大明的病，不是让你攀咬铜莲。这便是大明的病，这便是陛下亲手种下的病根。陛下，此人妖言惑众，罪不容诛啊！陛下痛恨贪官没错，可官也是人，也要养家糊口。您定下的7品月俸7顿5等，还要折色发大明宝钞，这点钱连买米都费劲。臣为官3年，没买过一件新衣，恩师病重，连抓药钱都出不起。臣也想做清官，可清官没法活。陛下，您是个吝啬的东家，您给的俸禄养不动贪官，也供不起清官。您不是在治贪，您这是在逼良为娼。陛下若不给天下官员留半生生路，则今日杀一郭年，明日复有李年、张年。大明贪墨愈张愈势，如野草焚而逢春。盖因贪腐之根，非在臣工心术，而在陛下亲手所铸之困局也。逼良为娼，好得很。朕给的俸禄足以温饱，是你们自己想要锦衣玉食。这贪欲是骨子里的坏，与制度何干？
朕用重罚杀贪官，就是啄木鸟捉虫，捉一条少一条，大明这棵树才能活。陛下把严刑治法比作啄木鸟，可陛下想过没有？啄木鸟既是树医，也是树匪。一派胡言！虫子若在树心，它会把树皮啄烂，树干啄空。这位大人，您去年经手的案卷，可敢有一字错漏？微臣不敢，微臣哪怕熬夜呕血，也不敢错一个字，生怕被定欺君之罪呀。现在的官场，人人自危，多做多错，不做无错。为了保命，大家只能当磕头虫。您是用重康杀了贪官，可您也杀死了官员们为国为民的心。您把树干都啄空了，这大明朝还能经得起几场风雨？巧舌如簧，说1000道1万，你贪的3000两银子在何处？若是拿不出证据，朕不管你是啄木鸟还是烂树根，都要把你碎尸万段。陛下想要证据？这上面记着微臣3年贪污的每一笔银子，以及他们的去处。呈上来。收买路钱200两，购棉衣陈米，冻死3人，救活2862人，自留0两。恩师母病重，私挪库银3两，借高息贷上欠粉息82两。微臣是个贪官，微臣认罪，但这3000两，微臣没有1文钱花在自己身上。臣那间破县衙后院只剩一个空米缸，若查出有1文入私囊，臣自己爬进这棺材里。好家伙，这账做的比户部还轻，这小子是个爷们儿，咱老蓝服气。好一个0两！蒋营，派锦衣卫去居云县给朕查，若有一字虚言，诛9族。拖下去，关进诏狱，严加看管。真相大白前，他不许死。谁让他死了，朕让谁陪葬。陛下，您可以查，但您要记得，这天下的道理不是杀出来的。您不改这杀人制度，大明必亡。郭大人，想睡干草铺还是尿桶边，全看诚意。没诚意，兄弟们帮你松松骨头。银子没有，只有这一身硬骨头。你要是想要，尽管拿去熬汤吧。是个硬茬子，去最里面享受吧。年儿，你怎么还是进来了？我认了罪，你为什么还要自投罗网啊？3000两是我收的，堤坝是我修的，人是我救的，让恩师顶罪，比杀了我还难受。老师，您觉得我是来送死的？不，我是来生的。我要把这大明朝的天捅个窟窿。我要让朱元璋亲眼看看，他引以为傲的祖制把天下祸害成了什么样。老师做不到的事，徒儿帮您做。滚！想探监，拿50两银子来。官爷，这是给您买酒的。当兵退下来的，这碗粥送给谁？郭年郭大人，他是为了我们才被抓的。你们走吧，这粥我替你送。探监了，是淮西勋贵还是浙东文官？郭年背后肯定有人指使。陛下，不是官员勋贵，是城南几个祖籍金融的平民，他们跪了半个时辰，送进去一碗粥，粥里只有半个咸鸭蛋。半个咸鸭蛋。愚民，大奸四忠，他惯会收买人心。蒋明，今晚就去居荣县，给朕挖地3尺的查，朕要看看他的清白是不是装出来的。
万民伞，写血书，几万张嘴一起喊冤，震动京城，换咱们帮郭大人主持公礼。这是死牢，地上脏，怕污了殿下的衣袍。哼，估记起你了。3年前我看过你的乡试文章，本想等你入京会试，没想到3年不见，你把自己磨进了死牢。殿下惋惜的是一个好苗子变成了贪官。姑不信你会贪，你脚底板上的老茧装不出来。可既然不贪，为何要收那3000两？沾上这贪字，在父皇那里就是死局。殿下，大明狱卒月俸不过1担，如今折发胡椒苏木，您让一家老小抱着香料啃吗？狱卒变坏，是因为他们想活。大明朝廷就像一架水车。陛下是造车人，他想让车永远转。可水车要转，轴承里得加润油，俸禄就是润油。陛下为了省钱，连一点油星子都不给，让这木头轴承干磨，干磨久了，轴断车毁。不是我们想贪，是这辆车已经快要烧起来了。孤刚当皇子时，父皇给我一根没削干净的荆棘，这根手杖，孤帮你捋过了，孤会帮你把刺拔干净，留给你一个干净的大明。他突然从上往下一捋，整只手血淋淋的。他说他会帮我拔刺，杀尽贪官，留个干净的大明。孤想行仁政，可每当孤想护住一人，父皇就会杀更多人，孤救不了你。殿下不软弱，但有些事您救不了，因为这病根子不在下面，而在上面。如果有一天轴真的断了，别怪木头不结实，是造车的人太吝啬了。大人，到了。听说这去年发了大水，死了不少人。死了不少人，刚遭大灾的地方哪来这么新的路？这郭年果然是巨贪，拿民脂民膏粉饰太平，把他的牢底扒光，我看他还硬不硬得起来。胡说！那3000两银子是咱们的救命钱。去年大水，是郭大人没日没夜守在堤上，那堤坝上的石头都是郭大人垒的。郭大人为了修堤坝掏空家底，官袍穿了3年，补丁罗补丁。这种贪官给我来一打，我天天给他磕头。你一个外地人，不知道不要乱说。收买人心，他用3000两收买了全县的民心，此人图谋甚大，若不杀，必成大患。去把贿赂他的富商抓来，只要有1文钱进了他的口袋，我就要钉死他。张大福，郭年是怎么勒索你的？151使招了。大人，去年发大水，我货仓里几万两的丝绸茶叶眼看要被淹，郭年找到我，他说你想保住货仓，就拿3000两银子，这钱不走公账，直接给他。好一个不走公账，这就是索贿明抢。满口仁义道德的郭年，看他怎么狡辩。他是不是拿去挥霍买宅子了？草民派伙计跟着，结果那天晚上，他带着人深一脚浅一脚去了石料厂，3000两全换成了条石和木桩。第二天一早，几百号民夫在打桩修堤。
他用最脏的手段，办了最快的事，保住了全县人的命。大人，规矩是死的，命是活的。郭大人没往兜里猜一文，他吃的饭连点油星子都没有。这样的贪官，草民愿意送钱，送得心甘情愿。一派胡言，颠倒黑白，把他压下去，继续查李青山。我就不信这世上还有真的圣人。国人大人是好官，好官呐，好官呐！过年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蒋指挥使及第，行贿的富商已经全招了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招了也好，张员外是个老实人，免受皮肉之苦。死到临头，还装什么为民请命的英雄？在陛下眼里，你就是个伪君子。朝廷有法度，拨款有流程，你勒索商贾就是乱法。詹大人，假设现在赵狱着了火，您是先找水桶救火，还是先跑去工部办一张取水许可证？自然是先救火，事急从权。好一个事急从策！去年巨婴大水就是火烧眉毛，我要是守着您的规矩等拨款，3万户百姓早喂了鱼。你不能脏了手。我不怕脏，如果守规矩的代价是3万条人命，那这规矩就是杀人的刀。您爱惜羽毛，怕担责，可以眼睁睁看百姓死，然后写折子说天灾无情。但我跟您不一样，回去告诉陛下，他杀的不是一个贪官，他杀的是大明朝廷最后一点敢做事的胆子。给我搜，挖地3尺！我就不信这穷乡僻壤能藏着2个圣人。是。给我搜，哪怕一个铜板也要找出来。是青山回来了吗？京城来的，李青山犯了事，我们来查抄家产。大官好，我儿没事吧？求求各位在京城多照应我儿。大人，搜遍了，连个铜板都没有。走，去过年那里。大人，床底有大木箱，死沉的，肯定有货。借陈米10吨赈济流民，借纹银5两修缮县学，借3两给寡妇治病。大人，米缸里有一只饿死的老鼠。我要怎么如实写奏折？告诉陛下，咱们抄了一堆欠条。告诉陛下，咱们在贪官米缸里发现一只饿死鼠。收队，这案子老子不查了，谁爱查谁查，老子怕遭天谴。过年，朕来送你最后一程。张大夫已经招了，贪了就是贪了，坏了朕的规矩就是死罪。规矩，陛下，您的底线到底是为了维护冰冷的律法，还是为了天下百姓的活路？放肆！
朕杀贪官正是为民除害。朕出身布衣，最知民间疾苦。朕一生都在为民做主。您不爱民，您爱的是您心中那个完美的皇帝形象，是那至高无上的皇权。如果您真爱民如此，知道我修堤救人时应该反思拨款为何迟到，可您没有，您感到的只有被冒犯的恼火。您杀我，是因为我证明了您的制度是错的，大明律在天灾面前是废纸。你无能！住口！朕的大明律没错，是你妖言惑众。陛下，您杀了我，明天会有千千万个过年。只要逼良为娼的困局还在，好官要么变成磕头虫看百姓死，要么变成我这样的贪官用命换命，这就是您的盛世。好，既然你想当英雄，朕成全你。后日午时，午门等证据送到，朕再来嘎你。贪墨一分毫，朕就将你剥皮。明刀被动触发，抵挡必死结局。明刀抵挡了朱元璋对您产生致命杀意30次，明刀剩余70点。这就动了30次杀心，为了这口气把命搭进去，值吗？老师信不信？我的命，阎王爷不敢收，朱元璋也收不走。今儿个高兴，郭大人进京当大官了，咱们摆流水席，等大人衣锦还乡。别放了，都给老子停下！郭大人没升官，他是被抓去杀头的。杀头？郭大人犯了啥法？皇上说他贪污，可那3000两银子都变成石头填进堤坝里了呀！他是替咱们去死的。放屁！郭大人要是贪官，老子把这双招子抠出来当炮踩！走，我们一起去上京营救大人！我们一起救大人！你们这样去，救不了他，那是造反。皇上要的是礼，送万民伞吧，那是民心的象征，比圣旨还重。大人，咱们给百姓出主意，若是上面怪罪下来，说咱们勾结乱民，赵虎，你爹娘是怎么没的？洪武8年大旱，知府怕担责，锁着粮仓不敢开。等批文下来，人早饿死了。郭年是个敢踹门的官，咱们当年都淋过雨。今天就给这帮百姓撑撑伞吧。驾！今天咱们什么都没看见，回京复命。殿下，该歇歇了。万岁爷那边还等着回话。王狗儿，你说这章姑该盖吗？姑想救他，不仅仅是因为他有才，是因为他把姑这辈子不敢说的话全说出来了。一边是良心万民，一边是孝道皇权，这道题太难了。不盖了，姑要去奉天殿，姑要去见父皇。郭年，姑杀不得。郭年，朕若是饶了你，明日就会有无数官员坏了朕的规矩。
你必须死，无关贪恋。万岁爷，太子爷来了，没带圣旨，是空手来的。好，为了个外人跟咱叫板，云奇，去给咱找根荆棘来，立刻！言儿，别唱了，明天就是正日子，你怕吗？老师，我不怕，该怕的是他们。海量民意正在汇聚，明日5时准时到达。这皇位就是带刺的荆棘，朕现在杀人是在替你把刺捋干净。你干什么？父皇，留他一命。传太医，快传太医！过年，不仅坏了朕的规矩，还离间朕的父子之情。明日5时，朕要亲眼看着你人头落地。时辰已到，蒋莹何在？回来了，证据呢？赃银呢？这是李青山家里的咸菜。臣去抄家时，他那瞎眼老娘以为儿子回来了，摸索着拿出家里最好的东西招待臣，就是这罐发霉的咸菜。欠条借银5两，为孤寡老人买棉衣，力居人郭年。账单借高息贷3两，给张寡妇治病。陛下，那3000两汇银当天就变成了大地上的条石。臣查遍巨武，郭年贪没3000两实锤，但臣找不到1文钱赃款。不可能！这定是大奸四忠，是邀买民心。詹威，你说他该不该杀？陛下，此人手段高明，收买民心，民心对抗朝廷，其心可诛，该杀。5时3刻，将郭年、李青山押赴午门斩立决。老师，吃饭。咱们救了人，没让百姓喂鱼，这就够了。至于骂名，那是史书的事儿。对得起心，这断头饭就吃得香。吃完了就该上路了。老师，站直了，咱们没做亏心事，腰杆子就不能弯。老师您看，他们恨贪官，说明大明百姓心里有秤。这股子劲儿若是用对了，就是大明的脊梁。咱们替这世道受过，不冤。5时几刻了？回万岁爷，刚过1刻。父皇，蒋环带回他的铁证，以明清白。一个让老娘吃盐菜的官，真的是贪官吗？住口！那是巨奸大恶，他在邀买民心，他在为你扎刺。不等了，传旨，5时2刻行刑，提前斩首。圣旨到。动手！立刻动手！警报！
行刑提前，民意为主导。启动冬日烈阳模式。冬日暴晒，这是逆天而行啊！老天爷发怒了，这过年杀不得。连老天爷也要保这个贪官，咱这辈子不信邪，不怕天，朕没错。你想拦朕，咱连你也一块砍了！斩！给朕斩了过年！父皇，老天爷都在帮他，收手吧，这是天意，是民心啊！滚！在这大明朝，朕就是天。草民刘六，且举一3万户百姓，请陛下给父母官留条活路。收买民心，他好深的城府，大奸四他把忠。口粮给我儿，自己饿晕在田埂上。他给老族修房子，他说不能让功臣流泪。请陛下开恩，重审郭大人。父皇，民心即天心，若杀他，大明的脊梁就断了。暂缓行刑，押回大理寺候审，3司会审。朕要把他剥皮拆骨，看看到底是大奸还是真情。来，罪臣郭年。贪赃60两便要帮食草，你贪了3000两，这白纸黑字的大明律难道冤了你？若人人皆以善意为由践踏律法，天下岂不乱了套？杨大人，我也请教您一个典故：春秋徐芷进药，论心不论迹。论心不论迹，您只看到我收钱的迹，却看不到我救人的心。您只看到冰冷的律条，却看不到活生生的人命。洪水漫天的时候，杨大人是先翻律法，还是先救人？等您的公文走完流程，3万百姓早喂了鱼了。我郭年破坏了规矩，但我守住了良心。诡辩！你这是在动摇国本！詹大人，您错了。真正的国本是民心。午门外那把破烂的万民伞，就是比大明律更重的铁律。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法若失了民心，就是一张废纸。读书人讲的是清廉底线，你把自己弄得满手污泥，这是在侮辱斯文。袁大人，您这盆清水确实干净，可清水里养不活鱼。去年山东大旱，地方官没钱没粮，守着您的清廉底线，眼睁睁看着百姓饿死，这就叫好官，这就叫清流。这世道病了，你们是一群穿着白衣服在泥潭边看热闹的人，谁跳下去救人，谁就是脏的；谁站在岸边干看，谁就是清高。怕脏了官袍的清官，比贪官更要命。陛下爱民如子，大不敬。聊聊陛下最爱的人，
窃国者，贪3000两修堤是死罪，贪了3000万两修云子，大明律管了吗？真正的窃国者是宗室，是陛下分封到各地的亲儿子们。秦王在西安强占民田，晋王在太原圈地望母。文臣贪60两食草，宗室贪100万两却罚酒3杯，这就是公平吗？住口！那是龙子龙孙，你想死吗？汉之7国，晋之8王，史书血迹未干。陛下杀光了能臣，留下一群只会磕头的木头人。等将来您的好儿子们想做龙椅的时候，谁来替您的孙子挡刀？这大明天下，到底是姓朱还是姓朱王？朱王自掘坟墓，扶朕回宫。陛下，您赢了皇权，却输了未来。今日之后，大明再无敢言之人。走了，陛下竟然认怂了。退堂！一堂！宿主，我在。这次执剑碎了多少名刀？共破碎112个，但因您压制了皇权，剑意强大，奖励330个，目前剩余454个。朱元璋对我动了100多次杀心，却又给我送了这么多保命钱，咱们还真是相爱相杀。彪儿，朕是不是真的老了？郭年说朕在自掘坟墓，你说实话，朕真的错了吗？父皇，您没错，但法若太硬，硬到伤了人心，或许也该变一变了。父皇不信，不如去看看那些被伤了心的人。他们不是要造反，他们只是想护住那个给他们活路的人。人心是热的，您给一点温暖，他们就把命交给您。罢了，咱知道了。行了，你虽然咬了主人一口，倒也没咬错。换身衣服，跟朕去看看那些让你不要命也要维护的刁民。是。老人家，这郭年可是收了3000两银子的贪官，你们还供他？啥叫贪官？那是朝廷逼的。上面拨1000两，层层扒皮到县里剩不到100两。郭大人是为了救咱们才去收富商的钱。他那件官袍补丁罗补丁比我身上这件还破，我宁愿天下全是这样的贪官。是这个吧？谢谢爷爷，郭大人给的糕点真甜。郭大人已经成了这孩子心中所有美好的代名词了吗？彪儿，去诏狱，朕想当面问问李青山。你不怕朕？怕，但草民更怕世道不明。比起那个，陛下的屠刀最轻。
郭年那套受贿救灾的歪理是你教的？不，我是清流，我读圣贤书，宁愿老娘吃咸菜也不敢伸手。我是山，守着清明一动不动。郭年是水，能清也能浊，大水来了，山挡不住，只能看着百姓受苦。可郭年这潭水，他能把自己弄脏，混进泥沙里，变成救命的堤坝。朕不杀他，朕要去居容，亲眼看看他这潭浊水到底开出了什么样的花。去居容，连夜去。万岁爷有旨，什么时候看懂了这口棺材，什么时候再回家吃饭。这棺材里装的不仅是郭年，还有某些人心里的鬼。只要大明还有贪官，这棺材盖就永远合不上。这路修的比京城的还好，谁征的徭役？徭役？郭大人说了，来干活的管饭发工钱。我家二小子干了1个月，挣了1两银子。给工钱，修路给工钱，他哪儿来的钱？那晚雨大的天斗了一样，郭大人就站在这决口上，说我是朝廷官，滴塌了先淹死我。他累得吐血，一口心头血喷在这石缝里，至今洗不掉。是血。父皇，他不是在修堤，他在修大明的江山。咱把他当马，却忘了也得喂食。郭年贪了，是因为他想做事，可咱没给他钱，大明律没给他活路，他把自己弄脏了，是为了救人。不杀了，不但不杀，咱还要用他当手术刀，治治这大明的顽疾。至于那个贪污的罪名，咱替他担了，就当是咱欠他的俸禄。这又是啥？怎么京城都没见过？回万岁爷，这是公策。郭大人说，随地大小病生瘟疫，不仅免费，粪水还能沤肥。这小子不仅净身，更是在进城啊！百姓叫他郭重车，这设计巧夺天工，工部那群吃干饭的真该来看看。这叫足球。郭大人说，读书人不能只读死书，得有强健体魄，将来才能上马杀敌。好，大明读书人若都有这股气，朕还愁什么江山不稳？彪儿，你看这巨宁，郭涵是块璞玉，将来能当你的萧何、张良。回京，朕要重用他。大喜，父皇亲自去了居云，说你是天降奇才，案子结了，不仅不杀，还要让你进6部历练。微臣不想入阁，只想回居云继续当那个7品芝麻官。真是淡泊名利的国士。对了，你老家定尾那地方是淮西勋贵的老窝，父皇最看重乡党，若是能攀上亲戚，以后吏部也好做账。系统，帮我伪造个家谱。不支持伪造证件、篡改档案，请宿主自行解决。fuck， 回旋镖真的扎到我眉心了。指挥使，查到了，郭年田的籍贯、年龄跟巨贪郭桓那个失踪3年的远房侄儿郭念完全吻合，而且郭念的生父当年也是因为贪污被太祖爷砍了头的。郭桓余孽，备马进攻，立刻进攻！